凌晨1时，我火箭军某部载弹直扑战场。如果此时发动武力准备解放的话，美军会怎么办？最后谁会是胜利者？伴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两岸统一这件事也频繁被拿到明面上来提了。两岸关系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离不开美国在背后的政治操纵。在8月17号当天，美国共和党一位资深的参议员约翰·科尼发布了一条推文。其根本目的也许是想要表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不多了，但却在不经意间透露了美军在台岛驻军多达3万的消息。这无疑是一篇非常敏感且容易挑起战火的文章。所以在科尼发表后，不断有人出来提醒他是不是记错了，这一数字是中美建交前的数字。但不管是记错了还是怎么样，美国人当前所传递出来的信号非常的危险。不过中国现在也不是吃素的。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继8月17号解放军战机现身台海上空的演习空域靶区后，我火箭军又在次日凌晨1时深夜试射。为了此次试射，我火箭军某部在月光的照射下载弹直扑战场，期间核生化袭击、敌特破袭等特情接踵而至。好在指挥人员沉着应对，一边组织人员见招拆招，一边向指挥所报告处置情况，直至导弹在规定时间完成了发射。毫无疑问，这种武力威胁的行为既表明我军对美台勾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表明了我军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能力和坚定意志，同时还衬托出美国的外强中干。近日，美国仓皇撤离阿富汗，还有自称拥有30万美式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军30天内被塔利班击溃，所有这些都使台湾民众和台当局感到震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军忍无可忍，发动武力准备解放的话，美军会怎么办呢？最后谁会是胜利者？要想把这些问题弄清楚，首先就要弄清楚阿富汗局势与当前的台海局势有什么不同。虽然美国都有扶持的作战力量，但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一，阿富汗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台湾不是。其二，融合程度不同。虽然说阿富汗政府军一打就败，但草莓兵没打也能败，只要在温度超过40度的天气下作战，他们自己就热中暑了。其三，驻军阿富汗，美军可以借着反恐的由头，但是光明正大的进驻台湾，想都不要想。所以我军现在打一场解放战争，不仅是完全有能力，而且在情理上也是无可挑剔的，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的机会。当务之急是要有决心，要有行动，而这一点最核心的是如何使两岸人民的福祉最大化，及对人民的伤害最小。中国这招反打实在是妙啊！曾经的岛链现在成美心腹大患，美媒下一处巨大威胁就在岛链某处酝酿。利用岛链来实施对印太地区的封锁，是美军近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从最初的设想来看，这一岛链封锁计划对于中国而言十分不利。距离中国本土最近的第一岛链的围堵效力最大，一旦战时中国被困在第一岛链里，美国就可以从防区外随意向中国发射导弹，而由于距离过近，留给我军防空系统反应的时间极少，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巨大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突破岛链封锁变得至关重要。就目前来看，凭借着中国导弹的射程威力，突破第一岛链已经不再是难事。美军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来自中国导弹的威胁，因此美军也有打算进驻第二岛链国家，从而分散解放军打击关岛以及美国本土的风险。但是日前，美军不再仅仅只是关注解放军突破岛链以后的威胁，而是将目光聚集到了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小岛国上。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表示，美国的下一个巨大军事威胁可能就在一处岛链酝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媒认为，这是中国在背后推动导致的结果。其表示，中国在东南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都十分有效，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倾向于靠近中国，同中国展开广泛的合作。不同于美国的军事盟友关系，中国积极同别国发展友好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从中美现状来看，明显中国的这一策略更加高明有效。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这种经济策略将会在未来成为中国的最大筹码。诸如基里巴斯、图瓦卢等这样的岛国正在慢慢靠近中国。在美国看来，这些太平洋的小国将会在战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制衡美国的一大利器。尽管美国此番言论有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味在，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而美军这样的担心也切实证明了中国这招反打的绝妙之处。曾经被用来围堵中国的岛链，现如今却快成为中国反杀美国的利器。毕竟中国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就相当于切断了美国深入东南亚和南海的魔爪，将岛链封锁计划拦腰斩断，还将借此来牵制美国，成为横亘在美国头上的一把利器。窥逃阿富汗的第4天，
特朗普和拜登吵起来了，白宫放弃身段求中俄欧，英法德也装聋作哑。发生了什么？美国变成了人人喊打了。自塔利班15号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管了这座城市后，塔利班和阿富汗的这场战争彻底宣告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这起事件引起外界热议的却是身为全球霸主的美国。该国因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撤兵行为，成功让西贡溃逃时刻重新上演。在逃离阿富汗的第4天，特朗普和拜登吵起来了。据悉，特朗普日前在一次采访中抨击了拜登在处理阿富汗问题时的糟糕表现，令美国蒙羞，并声称拜登应该不光彩的辞职。自阿富汗战败以来，特朗普便不断的对拜登发起攻势，要求拜登辞职。针对特朗普的攻击，拜登也不甘示弱，声称撤军协议是特朗普与塔利班达成的，要怪就得怪特朗普。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丝毫忘了美国当前处于什么样的困境。在特朗普和拜登争吵之际，白宫放下身段，向中俄欧求助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紧急拨打了中方电话，还与俄欧外长打了电话，希望中俄能采取措施，避免阿富汗再次出现大规模动乱，同时希望中俄欧能够阻止阿富汗内部战火，以防激进组织趁机作乱，向阿富汗周边国家扩散，以及能够寻求在阿富汗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代表各方力量的政府。这3点本应该由美国完成，毕竟这是该国撤军后理应负责的善后。但就现在来看，美国大溃败已经让该国失去了残局的能力。可中俄会帮这个忙吗？首先，中俄向来主张的就是不干涉他国事务。其次，美国对中俄一直都不友好。现在美国跑了，凭什么要我们来收拾烂摊子？不管是中国还是俄欧都不会上当。美国找错人了。而事实上，拜登早就求助了自己的盟友约翰逊，双方就阿富汗局势探讨了国际社会为阿富汗难民和其他弱势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方式。说白了，拜登就是有拉英国下水的意图。毕竟美国出兵阿富汗这20年来，英国的存在感也不低。从这一点，拜登也是变相的借此威胁约翰逊。可这一次，约翰逊第一时间将锅甩给了 G7 成员国，一副对此事要装聋作哑的样子。不仅如此，美国惹下的烂摊子，法德同样不愿意收拾。默克尔在与各成员国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谈时，指出德国没有意愿接收阿富汗的难民。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进行了赞同。估计美国怎么都没想到，当初能依仗霸权，满世界恃强凌弱的自己，会落得人人喊打的下场。不过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美国若继续沉浸在霸权思想中，不愿意清醒，如今重演的西贡溃逃时刻是最好的例子。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阿富汗局势震荡之际，一幅漫画对比中美引发热议，引起国际社会反思。这20年来，中美都干了什么？火了的漫画显示，左边美国轰炸机四处投下炸弹，右边中国修路，城市快速发展，并配文：美国花费上万亿在阿富汗打仗，中国花费上万亿搞基建。20年前，美国汉人发动阿富汗战争，持续的战争让阿富汗人深陷水深火热，也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美国统计，截止到今年4月，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开支总计达到惊人的2.261万亿美元，美国花880亿美元用于训练和装备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更是在10天内就分崩离析。然而20年，美国得到了什么？甚至在最后仓皇撤离的丑态，成为全球嘲笑的对象。同时，美国的信誉和实力也开始备受质疑。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毫不掩饰的嘲讽，美国在阿富汗花费上万亿美元毫无用处。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也承认，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从来不是国家建设。对此，我国外交部也表示，这倒是句大实话。无论是叙利亚、伊拉克还是阿富汗，美军在哪儿，混乱就在哪儿，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的景象。美国力量的作用是破坏，而不是建设。而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国内也有一些声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接着，美国该向中国学习，少破坏，多建设。事实上，在中美激烈博弈的背景下，中美基建对比也一直是重点关注领域。在前不久，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总额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用于建设道路、桥梁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演讲中强调，美国需要加大对国内基础设施、创新等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竞争。但有分析称，拜登是想用基建计划拉动美国就业和经济，具体能否落地得另说。而且，美国政府29万亿赤字，1.2万亿从哪里来？继续印。而且欧美国家基建项目都有个通病，磨洋工，经常前期无休止的讨论，没完没了的扯皮。一个基建项目从提案到落地都要几年，更别说何时建成了。他们总认为中国行我也行，但有时候中国行你们真的不一定行。更何况美国本质是军工复合体，不搞事几乎不可能。从阿富汗撤军是被逼无奈，美军仍然在很多地方有驻军，别指望美国能从良。德国军舰访华遭拒。
其原因时隔多日，被视为默克尔接班人的拉舍特不小心说漏嘴了，内部吵成一片，还好没给敌人开门。前段时间，当域外势力频频闯入中国南海、东海等地区时，德国却表示将派出护卫舰穿越南海，希望能够在中国上海港附近开展访问。鉴于德国与中国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所以当德国这一请求得到中国拒绝后，外界还有点不敢相信，毕竟中德两国的关系虽说没有那么好，但也并不差。结果时隔多日，有消息指出，被视为默克尔接班人的拉舍特就此事件透露了玄机。拉舍特也就是现任德国防长。近日，他在一次采访中讨论到了对华战略问题。在他看来，当前有必要跟中国划清界限，而结合采访期间的所有发言，总结出来的就一句话：接下来德国应该和美国以及欧洲结盟，一同对抗中国。在今年年中，拉舍特还在强调中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对华态度大变，可见拉舍特还没上台就要搞幺蛾子。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拉舍特的这番话，让不少人联想到德国军舰访华遭到中方拒绝一事。德国军舰想要访华，却不愿意告知中国明确原因。而面对这种情况，就算不是中国，其他任何国家也一样会选择拒绝。再者，美国如此频繁地拉拢西方国家加入反华阵营，难保德国不是其中一个。为了保护我国的安全，中方自然会拒绝德国军舰访华。但拉舍特此次的说法，德国军舰企图到上海，很可能存在与美欧一起反华的目的。事实上，就护卫舰访华一事，德国内部早就吵成了一片。传言社民党领袖不支持这一做法，认为要强行访华只会激怒中国，进而遭到中国的敌对。德新社的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赞同，认为德国若是站在美国的阵营中，那就相当于与中国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这与德国的利益不符。当然，也有不少政客认为德国军舰应该这么做，有必要到中国的地盘上刷刷存在感。很明显，随着默克尔卸任的时间越来越近，德国内部对华态度出现了分裂，而默克尔的接班人拉舍特对华的态度，相当于给我国敲了一个警钟。倘若拉舍特上任，亚太局势很可能会更加复杂，所以中国必须对此提高警惕。至于护卫舰想要访华，且不管是不是我们所分析的那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并没有表面上说的那么漂亮。如此看来，我国也算误打误撞。要知道，一旦我国给德国放行了，就等于给敌人开了大门，任由他们在中国的地盘上自由出入。德国军舰访华有阴谋，我国也差点入坑。不过总的来说，德国没有如愿以偿，而中国也没有上当。